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美国房价2年以来首次跌至负值，前景持续悲观。最近发布的每日监测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房价已经出现同比下跌的态势，不过降幅较为轻微。作为一家焦距新建及现有的独栋住宅、公寓以及联排别墅高频挂牌数据的研究机构，监测的结果为市场的走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从短期的趋势来看，房价的软疲惫较为明显。数据显示，过去的3个月，美国的房价已经累计下跌1.4%。这一走势预示着房价可能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弱势的运行。回顾市场的历程，2023年中期成为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在此之前，自2023年的中期起，美国房价曾长期的保持正增长的态势。而2023年中期恰好是美联储将利率从零水平上调后的一年，受此影响，抵押贷款的利率也随之大幅度的攀升。根据抵押贷款的新闻日报的数据，2022年的3月至2023年的6月期间，市场的主流的30年期固定的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从3.9%大幅上涨至7%以上，这一的利率跳升到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直接的冲击。即便面临利率大幅上涨的压力，此次房价同比下跌的持续时间仍为较短，仅维持了几个月，这与金融危机时期的市场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标普凯斯习了全国的房价指数，2006年房价达到峰值后，直到2012年跌至低谷，累计跌幅高达27%。2020年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期间，全国房价经历了新的一轮快速上涨，而目前我们正处于这轮上涨后的软皮调整期。2022年和2023年的抵押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直接导致了购房者的能力受到严重的冲击。过高的购房成本使得购房者难以承受，房屋销售量随之下降，卖家不得不调整对房价的预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当信贷环境收紧引发购房能力的冲击，市场需求疲惫以及房源库存过剩，超出市场消化能力，这3个因素同时的出现，往往会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房价大幅度下跌。库存状况是衡量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的重要指标。当前市场库存虽然处于历史的较低水平，但是较往年来看，历史的低值有所回升。今年11月的活跃房源数量从2024年的同期增长了13%，不过新增房源的数量仅增长1.7%，增长动力的不足。与此同时，市场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特征，卖家撤回房源的速度异常的加快，从侧面反映出卖家对市场的信心不足。从区域的市场的表现来看，分化的特征十分的突出。全国的房价整体同比降幅不足1%，但是部分市场的调整幅度更为明显。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房价同比下跌10%，丹佛同比下跌5%，佛罗里达州坦帕与休斯顿的房价同比下跌4%。
亚特兰大和凤凰城同比幅度下跌的幅度则为3%。然后在部分的市场下调的同时，也有多个市场呈现上涨的趋势。克利夫兰的房价同比上涨6%，芝加哥和纽约市均同比上涨5%，费城同比上涨3%。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衡量现有房屋价值的房产的指数及调整的不同，新建的房屋和现有的房屋的价值数据的维度更为全面。不过，受到此前政府的摆停影响，房屋开工量、还有建筑的许可发放量以及新建房屋销售量等等关键的供应端数据未能及时的发布，这为房价的走势预测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使得市场难以准确地把握供应端的实际情况。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从建筑商层面的反馈来看，市场的需求依然相对的疲软。公布季度财报的建筑商普遍地表示，当前市场的环境下，奖励措施对于促进销售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房屋建筑商的行业信心也处于低迷的状态。全美的住宅建筑商协会首席经济师学家罗伯特·迪茨在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分析到，劳动力市场疲软以及消费者财务状况的紧张，导致需求端的持续疲软，房地产销售环境愈发艰难。在2025年单户住宅开工量下降之后，预测2026年将出现小幅的增长。这一预测主要是基于建筑商反馈的未来销售状况略有改善的信号。抵押贷款利率的近期表现也对房价走势产生影响。过去的3个月，在此背景下，房价短期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是较低。对于未来房价的走势表示，我们当前的基本预期并非全国性的经济深度衰退引发的房价大跌，而是房价将在零增长附近徘徊一段时间，同比变化幅度会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不会重现疫情期间那样的2位数高速增长。归根结底，房价的涨跌幅度主要取决于抵押贷款利率的走势以及整体经济的运行状况。欢迎订阅。